一环开服1打7，王者荣耀决战大耳帽兜，2游评论区能被冲238.5万楼，这绝对是我活到现在见过的最疯狂的2游大乱斗。整个4月不管是人是鬼都在拼命输出。拉开这个4月大战序幕的是深空之眼。4月2日，深空之眼4周年活动开启，游戏中更新了比较诱人的皮肤。按理说这种官方发出来都需要打码的更新内容，高低会在群里流传一些 GIF 的，但是很可惜，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洛克王国世界公测最火爆的时间，以至于根本无人在意。而在另一个角落，4月3日，蓝色星源吕瑶开始了2测，测试开始之后出现过不少截图啥的，目前看流出的测试画面，我只能说不愧是黄鸡，不愧是黄鸡啊。4月8号，紧随其后的是史上最强原神开启了月之6版本，但看我关注那些主播没有发什么情绪很激动的直播切片，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版本更新，给玩家发福利，出新地图和活动。很久没关注原神动向了，今天写稿子后翻了翻原神动态，发现至东版本都要来了嘛，有挤破头向前冲的，自然也会有勇猛后退的。4月9日，星月同行发布停服预告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你也很难想象居然有游戏在2026年还想着两头吃。原神的更新仅仅过去了2天，新的挑战者已经高调登场。4月10号，王者荣耀世界降临。开服前大家想的是，我去，这可是王者荣耀啊，那不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开服后大家看到的是，我承认你很强，但是大耳帽兜大量出现，这确实很好笑，但王者荣耀世界的公测带来了另一个更好笑的笑话。PC 端公测那一天，涌现了一大群电脑小白，问轻薄本能不能玩的，问为什么不能下载的，搞笑合集在各种群聊里疯狂流传。只能说不愧是王者荣耀，市场做的确实够下沉。又是时隔2天，4月12号，游戏光遇官宣与中国办爱联动。大伙不看 VTuber 的可能不了解，这个中国办爱是网易买了办爱的版权后自己做的一个 VTuber， 人家长这样，联动皮肤长这样，你这么搞很难把办爱的粉丝拉入坑啊。4月17号，明日方舟周末地更新 1.2 版本，看身边的人评价，这一次更新算是周末地的翻身仗了，哪怕我不玩，光靠群友的讨论，双方已在我心中的形象也从大葱变成了一个立体的角色，有更好的自然有更坏的。仅仅时隔1天，4月18日，重返未来1999的周年庆 PVE 被冲了，直到开启我写稿被冲了238.5万条评论，热度空前。就问你哪个2游啊，不，哪个游戏达成过这样的巅峰热度？了解了点事情的始末后，我只能说，除了游戏啥的惹到玩家之外，其他被骂的点，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偶像，这是你的福报啊！一刻也没有为9的被冲而哀悼。来到战场的是同样是周年庆的崩坏星穹铁道。4月22日，崩铁开启了周年庆的版本，不愧是信崩的，出手那是非常阔绰，免费送的设定集从未缺席，新地图也很让人满意。果然不讲严肃剧情的崩铁才是好崩铁啊！仅仅过了1天，这个前有狼后有虎的4月，真正的挑战者才刚刚来到台前，一环登场。无人在意。是的，宣发这么高调的一款游戏，它无人在意，大多数人选择了恶魔狼大量出现，而去玩了的人基本上没啥评论，它有点普通到没啥好评价的，哪怕去骂也就只是一句这游戏真无聊。你以为大伙会让一环平静的过完1周，来到5·1来一波新人入坑潮？不可能的。明朝表示谁还不是周年庆了？4月30日，明朝周年庆版本更新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版本要救回艾米斯了。本来就只是去一环尝一口的明朝玩家会怎么选还用问吗？当然了，都这么热闹，也不差再来一个。FGO 表示我也来掺一脚吧。4月30日，周年庆超前预告直播，我只能说这场直播开不开它没什么区别，真感觉就是为了硬插一脚才搞的。不说了，我做张伞没打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我漏的欢迎在评论区补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